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有因果的，人生也是如此。古语有言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造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福和祸不是命中注定的，都是自己心念招来的。善恶的报应就如同影子跟着身体一样，永远都不会分离。俗话也说，晚年凄凉必有征兆。人老了，人生的结局往往是回天无力。所以，如果老人身上出现这几件怪事的时候，一定要提高警惕了，不然很可能会老无所依。第一件怪事，人过50变得焦虑，爱发脾气。人到了50岁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中间还要面对工作上的压力，因此很多人会慢慢的变得焦虑，患得患失。俗话说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自古以来，人有焦虑都是正常的，它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促使我们进步，奔向更好的生活状态。但是过度的焦虑将会成为一种怪病，在焦虑心情的作用下，人们往往会觉得事与愿违，得非所愿。时间一长，有些人就会变得急躁易怒，最终只能通过向身边的人发脾气来释放自己的压力和焦虑。可人心是一面镜子，你怎么对别人，别人就会怎么对你。如果这个人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那么势必会在无形之中伤害其亲人的心，接着家庭将会步入争吵不断、情色失调的局面。而造成这个局面的罪魁祸首，到了晚年也很难会有人愿意谅解他，陪伴在他的身边，一伤身体，二伤感情。只因为一些不必要的焦虑，就令自己、亲人、家庭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，何必呢？曾听过这样一句话，永远不要去焦虑太远的明天，因为焦虑并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，只会令现状变得更糟糕。学会控制住自己的脾气，才是最难的修行。因此，人过50，如果忽然发现自己变得焦虑、爱发脾气，那一定要警惕了。该忘掉的就忘掉，该放下的就放下。忍一时，风平浪静；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第二件怪事，人过50变得多疑，没有容人之量。一步入50，有些人可能就会变得多疑，既怀疑自己的工作能力，为自己的未来担忧，又怀疑亲人同事的能力，觉得是不是他们拖累了自己。他会仔细地观察身边的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件事情，一旦在这个事情上发现瑕疵，他就会不断地放大这种情绪，并固执地不肯原谅别人。过了50岁，如果还不能够信任身边的人，不能容忍，那么他将会一直地生活在矛盾、痛苦和苦恼之中，往后余生就注定要活得很累。曹操的生性多疑，我们都有所了解。《三国演义》里，曹操被通缉，投宿于吕伯奢府。吕伯奢诚心以待之，便让家人杀猪，准备晚宴，自己则出门去买酒来招待曹操。可当曹操听到磨刀声的时候，以为其家人要杀他，而外出的吕伯奢一定去报官了，于是其先下手为强，取了吕氏一家的性命。没有藏身之地的曹操再次踏上了逃命的道路。俗话说，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一个人太过多疑，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，自然会令人感到难以亲近。这样的人到了晚年，也必定是性格偏执，无法与人相处。所以人过50，如果忽然发现自己越来越在乎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变得多疑，没有容人之量，那么就一定要警惕了。有时候宽容别人，也是给自己的心灵让路。第三件怪事，就是人过50变得自私，不顾及别人的感受。人过50，很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半生委屈，不能再这样下去，从而变得自私，凡事都会以自己的利益为重，
丝毫不懂得顾及别人的感受与想法。这样的人往往会带着很强的情绪化，别人在和他接触的时候，也会感觉到他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傲慢无礼。短时间内，别人还可能会容忍他的情绪，时间一长，就不会有人再愿意与他接触了。李宗吾曾说，用厚黑以图谋一己之私利，越厚黑，人格越卑污。为人处事，要是私利太重，人格就会受影响；要是贪私太久，身边的整个环境也会受到影响。曾遇过这样一个老人，他事事都要计较，且得理不饶人，哪怕是和自己最亲的老伴儿，买个东西也要计较得失。在他的心里一直认为，老伴是连累了他，逢人就吹嘘自己一个人的生活要多舒服有多舒服。最后老伴实在是忍无可忍，弃他而去，儿子也因此和他断绝往来。像他这样的人，如果不能放平自己的心态，学会坦然，那么人人见他将趋之避之，不愿意待在他的身边，到最后也是他一个人落寞非常，孤独终老。因此人过50，如果忽然发现自己变得很自私很自我，不再顾及别人的感受的时候，那么也就要警惕了。对待家人要少藏自己的私欲，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，家人是我们一辈子割舍不掉的缘分。的确，一个人的性格如何，常常能够反射出他晚年的生活状态。性格和善，对待家人亲近的人，到了晚年也一定会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以及一群孝顺的子女。相反，那些太过自我的人，则必定会令家人寒心，他们的晚年生活大多会是孤独的。人过50，愿我们都能坦坦荡荡地活于世上，温暖如阳，善良是光，少点计较，少点偏执，多以理处事，多以真待人。毕竟人老了，可以享受到年轻时创造的成果，才是真正的福报。有位智者说，世界并无悲剧和喜剧之分，如果你能够从悲剧中走出来，接着的就是喜剧，但如果你沉淀于喜剧之中的话，那它就是悲剧了。人生在世只能活一次，所以将眼光放远一点，不那么多的计较，将快乐的情绪保留多一点，令自己更加的幸福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